伤口比较这个流血量太大了。提到了颈部，这也是中国的散打冠军，所以他的参赛者是他的主要的攻击武器，连续射赛。中国女子铁腿王穿300斤铁鞋苦练腿法，一脚下去踢断老外5根肋骨，瞬间疼到趴地不起。好，观众朋友们，率先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3打1节女子铁腿王鄂美蝶。2008年到2019年全国散打锦标赛冠军，2008年世界武术散打锦标赛冠军，2012年亚运会散打冠军，并且还是我们中国当今最强女保镖啊，实力非常的强劲。曾穿着一双300斤的铁鞋苦练腿法，人送外号女子铁腿王。好，这场比赛鄂美蝶的对手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拳坛女皇科丽娜，如今已经27岁，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拳坛老将啊。这一次来到我们中国踢馆，他可谓是野心勃勃，相当的猖獗。在登场之前，他便表示中国选手如果不想死，就赶紧滚下来认输，否则他会像杀鸡一般杀掉中国选手。我注意看，这科丽娜看起来人畜无害，还真别说啊，仔细一看，还有点好看。好，而且我们看科丽娜穿的衣服，哎呦，这是来打拳的吗？感觉这个上衣，不太像是运动上衣啊，并不像是打拳用的上衣。好，现在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鄂美蝶，蓝方选手科丽娜。哦，什么情况？这一下差点把科丽娜扔出擂台。我们注意看，两名女选手也是没有废话，打出了男选手有的这个气势啊！没有废话，直接开干。比赛已经开始，我们现场解说，先说陈佩。比赛一开始就很激烈。鄂美蝶是中国的散打冠军，所以他的侧菜腿是他的主要的攻击武器连续射赛。看来今天这场比赛，鄂美蝶呢是有些生气的。比赛刚一开始，便把自己的拿手好戏铁腿神功啊直接掏了出来。目前来看，这个科丽娜的确是有一些招架不太住，如同脱缰野马。鄂美蝶的这个进攻，而且我们注意看，鄂美蝶今天的这个发型也的确像一匹野马。观众朋友们，只要鄂美蝶稍微一抬腿，然后对方就会立马坐在地上。作为散打大满贯选手，那鄂美蝶的话，她的腿法啊，哎呦，拳法也很有劲儿。但是科丽娜呢，别看她长得个不高啊，胳膊也不是很长，但是韧劲儿啊的确不错。要知道鄂美蝶的腿法可是穿着100斤铁鞋练出来的，你没有听错啊，上100斤铁鞋。上午2小时，中午2小时，晚上2小时啊，365天，每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雷打不动，才练成了这双铁腿。看这个反旋，总觉得这个力度没完全发挥。力没有发挥，对，像刚才膝可以上膝，膝对这个头部没有压到，让这个男方选手把头移开了。但是鄂美蝶的侧。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啊，观众朋友们，您觉得鄂美蝶的腿法如何呢？啊，反正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啊。在第一回合便给这个科丽娜来了一个下马威，让对方尝试到了我们中国女子铁腿王的威力。赛前对方表示说会像杀鸡一般拿下中国选手，但结果自己却成了小鸡仔儿。
好，观众朋友们，我收回刚刚啊，我说鄂美蝶拳法不如对手的这句话了。哈哈。那么刚刚鄂美蝶是狂轰滥炸这个科丽娜，但是对手的抗击打能力和韧劲儿啊，观众朋友们太恐怖了，根本打不动。好，追看第一回合最后的10秒钟，我感觉对方科丽娜呢是摇摇欲坠，随时都会倒地，但就是不倒。鄂美蝶做击中的时候啊，应该在往下用力拉一点，才有威力。好，双方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马上开打，看一下鄂美蝶在这一回合能否 KO 对手。好，我们注意看克琳娜的这个小胸衣啊，这个标签儿，注意看后背啊，这标签都出来了。对方有可能不是来打拳的啊，是来炫耀身材的。哦，这一拳打对斜晃，后摆前直，再来大摆拳。我们看鄂美蝶的拳头轮飞了，都快轮冒烟了，观众朋友们。哦，但是克琳娜就像个不倒翁一样，就是不倒，甚至还和鄂美蝶打起了阵地战。天哪，对手的这个韧劲儿和抗击打能力太强了。给鄂美蝶找了个视频，对。但是这位选手呢，看起来没有做过功课，没有去找鄂美蝶的视频，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打了。鄂美蝶的侧踹，一下踹大腿，一下踹肚子，一下踹头，对这个这个侧踹既可以进攻，也可以防守。对，而且侧踹这个大腿啊，会伤到这个膝盖，所以那个南方选手要小心一点。好，双方的比赛还有最后的半个回合，1分半的时间。现在这克琳娜仍然是硬着头皮来进攻。哦呦，我感觉对方已经是摇摆不定。我感觉现在如果来一阵风啊，都可能把对方吹倒。但是问题在于对方啊，看似要倒，哎，就是不倒，有点意思。我就可以问一问，看看对方啊，是不是打了醉拳？无论是进攻还是防袭都有欠缺，还不是很懂。对膝的运用还有膝的防守分不是很懂，所以有时候对泰拳好的时候，在膝上就吃亏，对，会吃亏。那还好，就是自由搏击规则没有走，对，没有走的话更复杂了。好，这个重拳啊，对一个身体打击非常的重。南方选手虽然想采取主动，可是因为选手完全没有威胁性，也无从攻击性。南方选手看起来是像打拳击，因为他近身的时候没有膝法，然后腿法也比较少。对，他是拳击冠军，可是没有把威力做出来。对，只要他打不进内围了，他的拳法完全施展不出来，不知道怎么打。他现在一定很生气啊，都不知道怎么接近他，气死他。好，比赛结束了，应该说赢得了比赛。是的。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这场3回合的大战，鄂美蝶和这个罗马尼亚的悍将啊，大战了3个回合。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但是鄂美蝶的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啊，连续的贴腿进攻啊，我觉得对方的肋骨肯定是不保了。KO 不了对手也很正常，因为对方啊就像一头犀牛一样，太肉了，根本打不动。好，那无论怎么说，点数判定，恭喜鄂美蝶一致判定获得胜利。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3名裁判一致判定30比27，比赛结果后方胜 ，and the winner is our fighter 鄂美蝶。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IDG 资本的副总裁欧阳坤先生为胜者颁奖。好的，祝贺获胜的美蝶第一场昆仑决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打中国的死神方便，你有几成把握？
哎，那个垃圾玩意儿，我3拳就能打死他。他的连胜完全就是中国人花钱包装出来的。他在我的眼里连一个3流选手都算不上。我会亲手打飞他，让全世界看一看中国人是多么的可笑。来个叉，这也是方便。注意看，57战不败的死神方便竟然被击倒了，还险些被黑人选手当场 KO。台下老外看到这一幕都开始激动庆祝，都以为死神方便的连胜会就此终结，但是没有想到紧接着站起来的死神方便眼神突变，和对手站在原地玩命拼拳，誓死捍卫中国擂台。我们有请本场比赛蓝方，他战绩出色，48战45胜 ，KO 率达到60%以上，他是法国搏击界的明星级人物。我们有请来自法国塞德里克·杜姆贝。好，现在镜头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正是来自于法国的百胜拳王塞德里克·杜姆贝。他的职业生涯战绩有着50多胜的一个战绩，当然他的业余比赛也打过100多场。什么是业余比赛？当然就是一些个黑市拳赛或者街头斗殴。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杜姆贝的实力绝对是要比加拿大拳王西蒙马库斯以及荷兰不败拳王克劳斯都要强，但同样他也要比前2位更加的嚣张比如现在你看他，哇，边跳舞边出场，很是嚣张，很是嘚瑟。但是下面将要登场的死神方便，目前46战全胜，今年34岁，有请死神方便。好，那相信死神方面观众朋友们绝对是不陌生了，他的生涯战绩可谓是相当的辉煌，因为他从来没输过。不仅是46战全胜，而且还击败过一系列的世界级名将。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加拿大地狱魔王西蒙马库斯，就是死神方面的手下败将。赛前，方便听说这个杜姆贝很嚣张在媒体面前呢诋毁他、侮辱他。方便今天也是表示，绝不会让对手站着走出擂台。好，比赛开始，看一下红方选手，红色拳套、红色战袍代表我们中国红方面是别有用心了。那么蓝方选手黑色裤衩便是法国选手杜姆贝。双方的身形差不多方便是不输对手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方便34岁，而对方是30岁。可以说对方是当打之年，而方便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一般来讲，职业选手33岁开始走下坡路，这都是很正常的。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张志磊，年龄越大越厉害40岁当上了世界冠军。观众朋友们，你敢想象吗？我是不敢想。跟强心剂，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遇强则强这样的话能激起他的比赛的欲望。那作为死神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了他从一个职业的运动员，一个顶尖的拳手，现在身份变得多元化了。是的，他变成了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老板，一位教练。在这么多重身份的同样的在身份的混杂中呢，方便是如何摆平这样的关系？对方是做了一个狙击。然后最重要是他已经公司准备挂牌上市，所以以后叫他财神不是死神34岁的死神方便，我们看他的作战风格呢也是越发的沉稳。面对这个百胜的法国悍将、法国猛男，我们看方便呢相当的沉着冷静。和当初打不败战神马库斯的时候，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当初呢是疯狂进攻，而今天则是冷静对待不着急。漂亮，低位的摇臂，前手的平勾，后腿扫踢。而且方便善于做事先的针对性训练，那他知道他的拳法连续性不够是他的短板，所以方便小心一个迎击被抓到。相较于方面的沉稳，这个杜姆贝完全是截然相反。对方表现得很兴奋，而且他的状态就像一只看到一堆香蕉树这个兴奋的猴子。旁边小心，漂亮，前手平勾，连续2拳方便的拳单击能力也是不错的。可能连击方面上可能会差一些，但是在单击能力上方便还是很强的。好，连吃到对方2个大摆拳，但是方便是硬扛下来。这说明方便今天的下巴也是经受住了这个杜姆贝残暴重拳的考验。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第2回合的比赛从这第1回合的最后1分钟看，这场比赛看来是很难善终是，双方都是奔着把对方直接击倒或者撂平在这个擂台上为主要目的的。你说其实这样的比赛，这双方都憋了一口气我们看谁能先发制人。
那刚才就说方便还要借着这一次的比赛证明散打是一个主流的格斗技，不会比其他的国家的派别来的差。没错，这也是方便。哇，观众朋友们，这一下刚刚是非常的危险，但是好在死神方便起身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虽说裁判并没有给到方便一次读秒，因为刚刚的话方便是没有任何被打晕的一个迹象。好，要小心，杜姆贝是有击打后脑的行为，对方是假模假样的举起了弓。好，赛前杜姆贝呢嘲讽方便说方便的47连胜都是刷出来的，都是花钱找人打假赛打出来的。对方可能并不了解，此人方便在我们中国散打界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方便是连续应该是4年获得了全国散打锦标赛的亚军。有些观众朋友们肯定会认为这个不拿冠军的实力就是不强，但是我想说的是，冠军每年都在变，而方便每年都不变他只是离冠军差了一点运气。因为方便每次在锦标赛拿到亚军的时候和冠军只差那么1-2分所以说呢实力上漂亮，后手打得很准大脚踹脸这是方便擅长的一个招式。那这招呢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把这个满脚都是泥和汗的脚插到你的嘴里边，你看这个杜姆贝已经被激怒了。方便可能不能再拼拳了，是方便在找机会。如果让二老师给方便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我的话这个时候我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方便毕竟有优于对方的移动能力。对方有这个打后脑打得非常的明显，而且还是裁判还是有警告这个我们看到了。但是方便在这场第2回合的比赛中也不乐观，对，不乐观，相当的危险，一直被追，相当的危险。确实，杜姆贝的这对拼了，又到了对拼的环节方便不需要这样对轰不划算，打得有点不冷静了。方便这时候实际上避其锋芒，让对方的整个的这一回合的气势压下去以后，再从第2回合再找回来，我认为是一个更加稳妥和安全的办法。对，而且头部。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对于一个34岁的老将来讲呢，今天的表现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而且这个杜姆贝经常耍一些个阴险手段来击打方便的后脑，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后脑这个部分如果重重的打上一拳会打死人。好，注意看，就是这里方便是打红眼了，和杜姆贝开始了拼拳。哇，双方是拳头看起来抡的都很猛，但是很可惜都是空拳。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表现。那这里就废话少说，大家不要认错了红方选手死神方便，那皮肤黝黑的便是法国悍将杜姆贝。过了头，那在上一回合当中应该说稍稍的有一点劣势，一定要小心，对方在找机会了。最后这个很重要了。对方在找机会了，我们看对方的眼神已经没事，不是强毒，你自己跑到中立角那个耍宝，法国选手来耍宝，还以为躲到那边了，裁判就会强毒。应该说杜姆贝的这个整个的表现欲还是非常强的。一个摇闪说一定要放松，你不要着急。方便这个时候心态有一些这有点着急，手都不拿高出鞭腿效果。漂亮，后摆，漂亮，突击，想了很久，想到了这一招。虽然说死神方面已经34岁了，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看死神方面随着比赛的深入他的状态和一些进攻节奏也慢慢找了回来。好，没关系，这属于方面在转身摆腿的过程当中身体发生了失衡虽然说目前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回合，双方局面上看起来是杜姆贝好像打得很凶，但实际上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方便的分数绝对是不低于对手的。因为方便的每一次进攻打得都很精准更擅长打点数，而杜姆贝更像是一头野牛，像发了疯的野牛，只知道猛打猛冲，很野蛮。我相信依然采取的就是非常习惯的这个套路车踹前后手的转控制，方便现在整个战术变为控制了，我们看已经不再打进去跟对方对拼了，但是动作太大了，他的腿法动作太大，没有隐蔽性。觉得方便这几波的攻击他都不算有效的攻击。时间在慢慢的推移，我们看看双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战术的变化。心态平和的方面来说，应该对防御这样的腿法不是那么
的难，这样的拳法不是那么的难。是的，而且刚才说了，杜妹她那个整个看一下，平局，加赛一局。观众朋友们，万万没有想到，本场比赛的结果竟然是平局啊！对于一个34岁的老将子申方面来讲呢，打4个回合啊，体能上我现在是很担心的。好漂亮，我觉得可以多用一些这种拖拽啊、放倒的战术，这样一来比赛的时间流失的可能会比较快啊，在局面上也比较好看。方面直接前手刺拳拿臂往外一顶，看来方面就是要打距离了。是。哎呦，双飞踢！比赛到了第4回合，对方体能啊还是很充沛啊，连这种凌空的双飞踢、2踢脚还能用得出来。但是刚刚看死人方面腿法也不赖啊，也有一些腿法的反击调整，而且呢非常重要。这方面做了很多后摆踢啊，就是后摆踢没有配合假动作的话，是基本上踢不到。特别是在对方如果不前防备的时候，对，很难。你必须小退一步的时候再做这个后摆踢，比较有用。方面的找点位，你看嘛，他是在找前冲的这个刺拳的明晰，我打得很清晰的进攻，看又一拳，是要这种一下一下的累积。所以呢，拳呢是很重的，相对来说，对方的拳没有方面的拳突发速度快，对，那这样方面可以一拳一拳累积自己的优势，也是一个不错的战术。是的。而且现在看杜贝，其实整个前几回合打的看起来好像这个比较有效果。双方第4回合的加时赛马上结束。那纵观整场比赛，我觉得方面啊第4回合现在的发挥是最好的。现在方面你看打完就走，不再和对方这个杜牧贝去疯狂的拼拳，对方毕竟是比较年轻啊，没有错啊，没有错，溜起来，移动，对的，移动，不断突袭，不断移动，好，对。手机呢？方便啊，好险啊！刚才方面低头的时候，对方用了一个下抛拳啊，这个是照着后脑勺过来的，然后对方上高，方面用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武术里边的这个小扣腿啊，对，后面一点，然后再一靠，10秒，时间快到了，方面有没有机会？再来一下，方面，你不要让。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法大战终于结束。那方面和这个法国拳王杜牧贝大战了4个回合，我们看一下最终这一场比赛的打分。方面在最后一个回合打的是有进有退啊，刚中带柔，柔中带刚，让这个杜牧贝已经是摸不到头脑啊，打的是晕晕乎乎。First about 10-9. We have a split decision. 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Fang Bian. 比赛结果，红方。漂亮，后手，这个很准，压住啊，压住，应该是没问题。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TKO。我打中国人就像是爸爸打儿子、爷爷打孙子一样简单，一拳打死一个，2拳打死一双。我就在日本手内，谁来挑战我，我就亲手打断谁的4肢，尽管放马过来。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来自我们中国新疆的阿克特列提野勒坚对战来自日本的选手，日本天才拳手金太郎。赛前，大部分的日本人和大部分的专业人士一致认为，我们的阿克今天挑战这个金太郎啊，完全就是以卵击石，完全就是在作死，在找抽。虽然说啊，大部分的人并不看好阿克，但是我今天啊并不这么认为啊，我认为我们中国选手啊碰到日本人，那观众朋友们，那必须得发挥出啊300%的力气和能量啊，有100分的劲儿，我们必须使上200分啊，往死里打，往死里揍。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打，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拳套、红色战袍，阿克特雷提野勒坚，来自于我们中国新疆。当过5年的兵啊，其中的话有4年时间呢是炮兵，你没有听错啊，开坦克、开炮的。所以说呀，你可以说阿克别的不行，但是你说向敌人开炮，他绝对是最擅长的。好，再注意看蓝方选手黑色裤衩，屁股上纹上了3个大字啊，金太郎。人们常说金太郎很要强，我猜他一定啊活不长。因为观众朋友们，我们中国人呢讲究看面相，我看这个金太郎啊，我光是看他的脸，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命不长啊。好，金太郎12战绩8战7胜，其中包括5次 KO， 也是被日本人寄予厚望啊，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世界级拳王，下一个亚洲驱逐舰。
很多日本人认为他呢可以和这个曼尼帕奎奥啊比肩。漂亮摆拳，但是对手的防守啊很坚固，又一个后手很凶啊，但是要小心啊。这场比赛呢，日本的国内的投票啊，只有10%的人看好野乐坚能赢啊，90%的日本拳迷都认为这个 Scorpio 金太郎啊，这就是对手啊，看准了他的躲啊，就等在那里了。向下一躲的时候，已经这个左手已经等在那里了。这个金太郎呢，他本人也是有工作的啊，和这个木村翔都是一样，他们平时要打工。我们中国的拳手现在基本上都在拳馆啊当教练。这个死工兵金太郎呢，他是做这个。好，双方第一回合还有半分钟的时间。那我们注意看这个金太郎啊，他是一个左撇子啊，标准的左撇子。那正常打拳击呢，我们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但是我们注意看这个金太郎呢，他则是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啊。这样一来的话，对方的左拳是他的重拳，而且他的重心呢也是偏左。在全世界有11%的人他是左撇子选手，但是在日本有40%以上的选手都是左撇子。今天来准备这场比赛。这是日本去年的新人王啊！哦，漂亮！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阿克特雷提野乐坚的表现非常不错。虽然说客场作战，但是今天在气势上，我觉得完全不属对手啊，反倒是我们像主场作战，对方倒是像客场作战啊，被阿克特雷提野乐坚呢满场追着打。好，比赛继续，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好戏都在后面。非常格。好，漂亮，很猛，野乐坚，对手有一点怵。野乐坚的这个拳很猛啊，对手有点怵。对手2次啊，出自己的后手了，罗北歇，他的本名叫右吉纯哉啊。不急了，不急了，害怕你了。那下面已经喊了啊，就是你能看到这一个拳手和教练他们在场上是否怂？野乐坚的拳很硬啊，看来是很重啊，对手还是有一些忌惮的。观众朋友们，阿克这名选手啊，真不愧是坦克手啊，打起拳来就像开炮一样。我感觉今天啊，这个小日本子就像一座碉堡啊，一座堡垒。阿克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个碉堡给它炸掉，给它毁掉。好，第二回合依旧是阿克在满场追着对方打，对方就像一个过街老鼠，就像一个蟑螂一样。他见不得光，见到阿克就像见到克星一样啊，只能是吓得瑟瑟发抖，不断后退。而且我们看这个金太郎啊，几乎是不敢打连击，打完一拳不是跑啊，就是低头。那这样一来的话，阿克可以考虑打一些上勾拳，因为对方你看有一个低头的动作，这已经是对方的一个技术特点和习惯了。这右手的重拳很忌惮。对你既然就往下老不抬头，那我就压你呗。这是去年的日本的新人王啊，我们中国的拳手其实跟日本新人王打过很多次比赛了。这个如果野乐坚这场比赛赢了，我相信日本马上下一场比赛的 offer 就会来了，希望跟他来打比赛的人肯定会很多。哦，哎呀，可惜呀！刚才这个后手，对方躲得很快，漂亮！你看，非常明显啊！阿克特雷提的这个右手的重拳，对手非常忌惮。现在对手这个左手一直在贴着。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对手啊，不要叫金太郎了，干脆叫金太娘算了。这个只会跑，只会躲，这样的选手，你可以说他很聪明很迅捷，但是也可以说他很怂啊，可以说他呢非常的胆小，非常懦弱。我们看，光是看对方的脸，你看温文弱弱，你再看野乐坚，哇，这才是军人的一个气质。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精彩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还是比较看好阿克的啊，
前2个回合可以说是力拔千钧气盖世，气势上的确是够用。好，你看对方呢有着很明显的低头动作，他很喜欢低头，对方喜欢低头，喜欢弯腰，这非常符合小日本子日常生活的一个习惯啊。见到人之后啊，点头哈腰，这是日本人的习惯。机会啊，有机会！对手现在的这个低头啊，打完了就低头，不敢连了。看左右摆，引了肩的拳，对手非常忌惮，非常坑防守。对手出左手，等一下。哎。反正朋友们看日本选手跪在地上的姿势啊，是不是很舒服？反正我看到小日本子跪下来啊，这心里边莫名的就很舒坦啊，很舒服。你先别管是击倒的还是打服的还是什么情况啊，总而言之啊，看到对方跪下来就是得劲儿。好，第3回合阿克是稍微放缓了节奏啊，反观是这个金太娘啊，加强了反击。因为今天的比赛是6个回合，那么前2个回合阿克是拿下来了。啊，对方如果再不扳回一城，那阿克今天可能就真的顺利拿下了。比赛7胜3负1平1 KO 啊。那么6级纯哉是8战7胜1负5 KO。但是明显今天引了肩的拳要重得多。看，都带着对手都在晃。其实是有机会，引了肩做一个前摆，对手跟上，希望出左手，有点小被动啊。前面哦，漂亮后手，又一个直拳，后手接住了，狠来一个前摆，漂亮后直。好，第3回合比赛结束。那么在局面上，我们看阿克呀也是丝毫不落下风，只能说稍微啊有一点点小被动，没有前2个回合打得那么猛啊。因为体能上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说阿克在前2个回合打得太猛啊，第3回合稍微有一点减速啊，也是很正常的。第3回合的减速，我觉得绝对能换来第4回合的猛攻。所以接下来看一下双方啊第4回合的精彩表现，请相信我啊，绝对是要比眼前的美女要精彩。日本的周世明和吴春祥啊，包括乌兰托莱哈兹和田中恒成，是乌兰赢了山田亮太啊，这应该是推倒，不是输给了日本 JBC 第2金野裕介，漂亮，对手躲的也是很漂亮，后手。阿克自己的左手要防好啊，右手在找机会，出左手。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啊，的确打的是不是那么的痛快啊？因为对手呢是一个油油滑滑、摇摇摆摆，是一个很猥琐的选手啊，和日本人的本性啊几乎是差不多。阿克是很希望和对手是拼拳，哎呦漂亮，很希望和这个小日本的是拼一拼，我白刃战打一打。好，使劲压，这个时候我们就压到对方的身上，能多压一会儿就多压一会儿啊，只要裁判不叫停。阿克呢，应该是这个比赛前啊，我问他啊，他也是有些担心，毕竟他上啊被对手打了一个后手。他上一次比赛是2021年7月打的啊，应该也有很长时间，将近2年啊没有比赛了。所以说，哦，漂亮后手，所以说你在擂台的感觉啊，是要慢慢来找回来的。好，现在第4回合还有最后的30秒钟。那阿克现在观众朋友们绝对是不着急的啊，反观这个金太娘啊，绝对很着急，因为在前面的两三个回合，阿克是快速的建立了自己的优势，而对方一直处于很被动的状态啊，现在想扳回来是很难了。好漂亮，哎呦，压得不错，天王盖地虎，宝塔镇王八啊，我们镇住了对手。好。阿克没关系啊，搂住他，不要松开。
我们把时间啊一点一点的给它消耗过去啊，对方呢是越来越着急。好，那目前4个回合结束了，阿克至少是拿下了3个回合。那接下来还有2个回合，看一下阿克接下来的表现。疲劳的时候，围着对手，双方互相交叉，一人一个。明显看出来阿克这个体能不是很好啊，不知道双方谁能够把这个疲劳期渡过来，然后拿出来。但是感觉阿克现在能打出组合来，说明他已经过了这个第5回合的这个疲劳了啊，至少全摆出来放松了。哎呀，小心啊！对手这个左架交叉的时候，双方的比赛打到这里，观众朋友们更多的是考验双方的体能啊，已经不再是考验技巧或者说其他的战术方面。漂亮，后手，哦呦，再来2记后手。哦，这时候2个人都有点站不太住了啊。双方这一回合互换了进攻和防守的位置啊，这个金太娘反倒是对方啊打的是越来越凶狠了。他很着急想要扳回一城，但是阿克呢也很稳，你想背水一战，我偏偏不和你拼。啊，边退边打。哦，注意看，金太娘的额骨被打出狗血了，在出血了。啊，漂亮后手，这个很准，压住啊，压住。这个流血了，硬是全打的啊，但是没问题。啊，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TKO，拿了20几，祝贺阿克，祝贺阿克。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恭喜阿克特雷提野乐坚完成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哇，太精彩了！没有想到真的是产生了 KO。虽然说并不是把对方击倒，但是 TKO 啊也很厉害了。那 TKO 的意思就是对方呢无法啊由裁判判定无法再继续进行比赛。太精彩了！让我们恭喜这位98年来自于中国新疆的阿克获得比赛的胜利，完成了逆转。虽然说赛前有90%的人看好对手，但是阿克呢也没有气馁，客场作战打出风采，战胜了小日本。让我们恭喜阿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